今天，我们东莞的佛教徒，还有也有香港啊，深圳、广州，以及佛山等佛教徒，大家聚集在这里，放生，很高兴。我们在座的都是佛教徒，作为佛教徒呢，应该是应有的责任，就是自度度他，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家各位都是发过大乘菩提心的人，我们救了很多众生，应该心里非常欢喜，这种欢喜也许用现在的金钱来买不到的。我们每一次放生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清楚任何一个生命不管是小鱼、泥鳅、飞禽，当他们回归到自然的回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同样的得到这个释放一样的感觉，所以呢，即使在放生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呢，我们这个饥寒交迫等等诸如此类的痛苦呢，我想是每个人的应该会能忍受会能忍受。我们都是大慈大悲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承弟子，自称也是我是佛弟子。佛陀呢，在因地的时候，为了一个众生的是牺牲自己的宝贵的性命诸如此类的公案呢，在佛传当中是相当多的，大家都非常清楚。那么我们在这个学习菩萨道的时候呢，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修持大悲心就修持大悲心。修持大慈大悲心呢，一切诸法的这个根本。我记得在这个大宝积经里面也说了，何人若迅速获得三藐三菩提那么自依法为主，合法为主呢，即为大悲心合法为主即为大悲心。所以如果我们想迅速的获得了真正的这个菩提的话呢，就没有一个跟得上大悲心大慈大悲的这个心呢，的确我们这个在佛教当中就是非常的重要我看到每次放生的时候呢，很多的佛教徒就见到这些生命的时候呢，就像这个自己的生命一样，就是去爱护他们这是确实也是应该的。我前一段时间看这个大庄严论经庄严论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精彩。那么是什么样呢？就是有一个比丘去这个花园，去花园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施主，他实际上是信佛教的。那么他正在托这个国王呢，就是要求他传这个珠宝。他正在传珠宝的时候呢，那个比丘来进行对他还原的时候，他本身是佛教徒，也是心甘情愿的事情，马上把这个珠宝呢，就是放在这个那里，然后他自己去给他就是准备食物。在这个时候呢，出家人的红色的这个衣服就是沉印到那个珠宝，就是结果呢，就是珠宝就变成红色了。然后旁边有一个蛾这个蛾呢，就是本身都是对那个怎么说就是本身都是对这个这个血肉就是有这个贪心的就血肉有贪心，因此呢，就是他认为这是一团这个血肉，马上呢就是已经这个吞下去了珠宝已经吞下去了。
珠宝吞下去了之后呢，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就是珠宝不在了，然后呢就是要求这个出家人就是给他，而出家人呢明明见到是这是恶车的，但是如果他事实告诉的话呢，就是会知道是他会上命的，因此呢，他自己说我没有偷。如果他说他说其他人偷了的话呢，也害怕自己就是犯妄语罪，然后呢，就一直没有说。本身是这个施主是一个这个信教的人，但是呢，他害怕就是国王对他制裁，后来呢，就是他就只有这个就开始打他打的就是这个七窍六穴啊。后来就是他的这个全身呢，就是突破流血，最后呢，这个血就是倒在地上的时候，由这个恶呢，就是看到血就来天就来天。在这个时候，这个施主呢，一怒之下就是把这个恶呢，就是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呢，就开始出家，就是那个就比丘呢，就是哭泣了。当时这位施主觉得是有点奇怪，就是打他的时候呢，他不哭，就是反而就是。这个打死恶的时候呢，就是他对这个生命就是特别就是单着，就是开始哭泣来了。他就是好奇的去问，为什么你现在哭？他说本身就是这个，我呢就是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为一个鸽子的是付出了他的这个性命，就是愿意呢这个付出一切。我对这个普通的这个众生呢，我也像这个。付出自己的生命，可是呢，我的这个愿呢，就是没有这个成果就愿呢，就是没有这个成果，因此呢，就是我就特别这个伤心。其实这个珠宝呢，就是刚才这个恶车了，后来这个施主就是打开恶的身体的时候呢，才发现是原来的真相是如此就原来的真相是如此。所以我想呢，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佛教徒，大家时时刻刻都是应该记住的，就是唯一的这个大悲心就是大悲心就是非常重要。大部涅槃经当中也是说了说这个30住实尊跟什么30住实尊这个根本大悲为根本就是30住实尊大悲为根本。如无大悲者，实则不弥佛。那如果这个也就是说30住佛的根本呢，就是大悲心。大悲心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佛就是称不上这个佛陀就称不上佛陀，也这个称不上这个怎么说这个佛教徒佛教徒。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大家应该以这种大悲心来恒时呢，就是向这个利益众生。这个大悲心是通过可以修出来。你经常呢就是观这个众生生命的可贵和，然后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可贵，这样子呢就是进行比较这样以后呢逐渐不愿意这个杀害众生不愿意呢就是像那个就是使用这个众生的肉本身是我们这个南方这一带的人呢就经常呢就是爱吃众生的这个血肉就是造了这个业呢就是应该说很多的。但是呢，我看那个很多人这个学了佛以后呢，尽量的有些是以素食为主的，有些实在是素食做不到，但是呢就不会这个去电杀，不会呢就是去亲自去杀，就是这一点也是我们的大悲心的一个这个表现。再说呢，我们这边就是听说就有些是以这个生米来做这个祭祀就是做什么这个祖母娘还有那个什么这个用各种就是祖辈的，就是用用生命、用鱼肉或者说是用一些祭祀来供他们。其实这种做法是实在是这个不合理的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佛陀在那个《法句譬喻经》里面佛陀在《法句譬喻经》里面呢也说过，就是如人数百岁就是说这个秦时这个天下盛如人数百岁秦时天下盛。那么就是说还有什么这个香马用祭祀不如信一尺。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就是活100岁，然后呢就是他可以他如果供养承摄天下的就是所有的这个贵僧，并且是用这个
大象啊、骏马啊，就这些来就是进行这个祭祀的话呢，那么没有一点一滴的功德啊，对这个。就是即使对自己来讲呢，就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激励的事，对他呢，就是肯定带来极大的这个痛苦。不如呢，你如果想家庭平安啊、生活快乐啊，或者身体健康啊等等，你要想如愿以偿的话呢，就是信一次的慈悲心，也就是说修一瞬间的这个大慈大悲心的功德大了。大慈大悲，因此我们南方也好，北方也好，许许多多的地方呢，有些是这个什么猪啊、羊啊、这牛啊，就是这些呢，就是这个祭祀，就是供那个神仙，供一些这个其他的就是各种贵神这种行为是颠倒的、邪教的，是一种邪门歪道。我们在座的作为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千万不要用这个生命来就是供养，否则的话呢，对你带来的精神的这种痛苦和来世的这种痛苦不会有这个快乐的。因此呢，我们这个平时一定要用这个慈悲心，尽量的就是断除杀害就是一切众生，心持就是种这个善法，然后各方面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以这个菩提心来就是饶益这个众生就饶益众生。那么这是我想，因为今天就是大家都来到这里，我们刚才做了无畏布施，然后呢，佛陀的这种法语呢，就是也是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这算是就是跟大家就法上的结缘完了以后，因为你们外地来的有些呢，就是可能你也要这个就是回去就是这样的，我想这个用佛法来这个结上这个善缘就同时呢给大家这个念一下那个这个祈福的这种这个药师祈福的这个就是这个传承就是药师祈福的传承呢，跟大家就是念一遍。什么当地对人说法，这怎么办？包括中国上的什么当地对人说法，这是这大了，什么人说的调整是，这样的对人说法，这怎么中国上的知道人说了，什么人说的调整是，这样的。